鉴于乌军在俄本土作战的表现，美国开始下本钱了。9月3日，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近期已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向其提供能深入俄本土进行打击的远程巡航导弹，无论是射程还是性能，都远超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该援助已经提上日程，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宣布。此次将为乌克兰援助的远程巡航导弹，将是美军现役的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 JASSM。不过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美国之所以援助这款武器，就是为了改变目前的战略格局。要知道，相较于目前乌军装备的其他防区外武器 ，JASSM 无疑是最先进的。无论是突防能力还是射程 ，JASSM 巡航导弹完全可以凭借优秀的性能，能够突破俄军最强的防御系统。在乌军装备之后，势必将迫使俄罗斯将部队集结地与后勤补给继续向后撤出数百公里，这将严重削弱俄罗斯持续进攻的能力，同时还能为乌军带来战略优势。媒体表示，从去年开始，俄军便在战场上大量运用了电子战系统，同时还部署了大量防空系统。由于受到俄军干扰系统的影响，目前乌军装备的远程巡航导弹在打击俄军目标方面已经被大幅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肯定想要继续寻求强有力的援助。于是，在北约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首批 F-16战机之后，泽连斯基就一直向美国提议，希望能获得 JASSM 导弹。从今年2月份开始，乌克兰与美国方面都有消息传出，表示拜登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某种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导弹。当时就有媒体表示，可能就是 JASSM。等到了今年7月份，乌克兰又派出一支代表团前往美国，再次提出援助 JASSM 巡航导弹的需求。同时，美国内部也开始向拜登提议，希望能放宽援乌武器的限制。乌克兰媒体还为美国算了一笔账，表示美军目前已经装备了3300枚以上的 JASSM， 并且还以每年500枚的速度进行生产，所以在供应上应该并不短缺。不过，美国在同意援助 F-16 以后，一直对援助 JASSM 导弹没有松口。对于美国来说， JASSM 这类武器属于先进武器，都应该援乌的禁区。一来，这种武器会大幅度提高战争烈度；二来，若是被俄军获得 JASSM 并进行破解之后，将会削弱美国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不过，在美国接连同意援助 M1 坦克、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先进武器之后， JASSM 导弹的援助限制也会慢慢解开。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 JASSM， 这是一种采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对地攻击武器，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出来的高精度半隐身远程巡航导弹。最初是为美国空军设计，目的是加强空军在敌方防御系统外进行打击的能力。所以从一开始，空军就要求 JASSM 具备良好的突防能力。于是洛克希德在研发时采用了隐身外形设计，弹体表面喷涂了锡箔涂料，并且弹体后方的发动机喷口还进行了抑制红外信号的处理。JASSM 导弹采用了中段惯性制导与 GPS 修正系统，装备了红外成像末端导引头，使其具备高精度打击能力，误差范围通常在几米之内，以这个精度打击防空阵地绰绰有余。在战斗部方面，最大可搭载450公斤的爆破或穿甲模式弹头，在导弹接近目标时还拥有自我识别功能，以此来提升打击精度。在射程方面， JASSM 早期型号于2009年开始装备美军，射程为370公里，而在2014年，美军又服役了新一代的 JASSM-ER， 射程也提升到了920公里。不过，火力军猜测，此次美国计划援助的版本应该是基础版，也就是射程370公里。但即便如此，依旧可以在俄军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发射。相较于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 JASSM 导弹的隐身性能更强，采用了低可探测性的外形设计和锡箔材料，能够大幅度降低被俄军防空系统发现的概率。JASSM 导弹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使其在突防方面的实力更强。另外， JASSM 巡航导弹的射程更远，即便是基础版本也达到了370公里。如果乌军装备的 F-16 战机在搭载 JASSM 导弹之后，完全可以在俄军防空网络之外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俄军前线空军基地、后勤设施、补给仓库以及指挥部等，甚至还能对俄本土目标进行远程打击。要知道，当前北约为了协助乌军作战，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情报侦察支援体系，因此乌军才能在战场上屡次对俄军腹地目标与关键节点进行打击，
比如乌军就曾利用海马斯火箭炮，借助北约情报支援体系，给俄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与损失。当然，火力军觉得此次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JASSM 巡航导弹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俄军的防空网络。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军就在前线部署了大量远程防空系统，前线俄军依托这些防空，大幅挤压乌军空中力量在东线与南线的活动空间，而俄军却可以在防空网络的掩护下，对乌军前线部队进行打击，并让乌军陆基防空体系始终无法提供完全的防空能力。但在装备 JASSM 巡航导弹之后，这种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乌军可以利用 F-16 挂载 JASSM 导弹，依托北约的情报支持，在防区外对俄军防空网络进行打击，借助 JASSM 导弹进一步压缩俄军防空部队，从而扩大乌克兰空军战机的活动范围。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考虑到 JASSM 导弹的射程，如果乌军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北部边境地点附近出动 F-16 战机的话，组员可以打击到俄军在沃罗涅日和布良斯克的军事设施。如果在南部前线发射的话，则能对克里米亚的俄军机场或海军设施造成威胁。如果乌军能够装备 JASSM 增程版的话，那威胁的位置就更大了。考虑到俄军在反隐身防空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再加上北约国家势必会对乌军 JASSM 导弹的飞行轨迹进行周密的规划，比如尽量避开已知的俄军防空阵地或低空预警雷达阵地等，乌军完全可以凭借 JASSM-ER 在无需进入乌东四周上空的情况下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乌克兰已经装备的 F-16 战机是不具备直接挂载 JASSM 导弹能力的。媒体表示，这批来自欧洲空军的旧型号战机并不具备挂载 JASSM 巡航导弹的能力。目前只有美国空军与波兰空军装备的战机配备了挂载导弹所需要的组件。目前按照火力军了解到的信息显示，虽然在援助 JASSM 导弹的事情上，拜登仍未做出最后决定，不过这并不是阻碍。而且有消息表示，美国正在寻找一种低成本且不会泄露导弹敏感技术的安装方式，来对乌军 F-16 进行改装，以便让其能够挂载 JASSM 导弹。如果这项计划能够顺利执行的话，那么已经装备 F-16 的乌克兰空军将成为全球仅有的几个被美国允许利用 F-16 打击远距离地面目标的国家。而对于普京来说， JASSM 的援助将对前线俄军阵地带来巨大的威胁。原因很简单，如果乌军完成了对库尔斯克的占领，即便空军没有装备 JASSM-ER 导弹，同样可以在库尔斯克地区利用 JASSM 对莫斯科造成威胁。目前，乌克兰空军已经拥有多种可供 F-16 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包括 AM-120 中程空空导弹、AM-9 响尾蛇格斗弹、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以及 JDAM-ER 滑翔制导炸弹。如今 JASSM 导弹也即将装备，势必将大幅度提高乌军 F-16 的作战能力。用乌克兰前空军司令奥列什修克的话来说， F-16 只是一个平台，想要充分发挥其作战性能，还要为其配备足够的武器与支援。与此同时，在美国表明态度之后，还有其他国家紧跟着美国做出了承诺。根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正在私下敦促盟友解除对暴风影巡航导弹的使用限制，以便让乌军可以利用暴风影对俄本土战略目标进行打击。作为一款由英国与法国联合研制的先进武器系统，暴风影巡航导弹的性能优越，打击精度也非常高。然而，也正因为这款武器的研制与使用涉及多国合作，所以在解除武器限制时也比较复杂。英国想要实现解除原武器的限制，就必须获得法国等盟友的同意与支持。但目前看来，在解除限制方面，法国还是持有谨慎态度，不想轻易解除限制。不过，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乌军在俄本土的不断推进，法国可能会慢慢改变立场。另外，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乌克兰明确有权使用英国援助的武器自卫，甚至可以在俄本土展开行动。当然，其中不包括暴风影巡航导弹。这就是说，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军是可以使用除暴风影以外的其他援助武器，例如挑战者主战坦克。同时，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加拿大在援武武器的使用方面没有设置任何地理限制，即便在俄本土，加拿大提供的武器同样可以使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在乌军完成 F-16 改装并装备 JASSM 远程巡航导弹之后，能否对俄军防空系统进行有效突破？面对援乌装备越来越先进，俄罗斯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